大家好，这件白色的泡芙连帽毛衣呢，我起的是128针，从下往上去编织的，总长的话是38厘米，下摆的话我们是有一个24厘米的长度，适合一个4到5岁小孩子去穿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起针，从线团里面把线拉出来。准备好，然后准备一根其他颜色的线，在我们的食指上绕个线圈，拿出来捏着交叉处，长线从线圈套过来打个结，把线圈套到这个针上，然后给它拉紧，然后把这根线笔画在这针上，用左手拿着，把我们要织的这根线也打一个线圈，然后套到我们的针上去。我们如果是要起128针的，那我们就绕64下。绕线的话，从外面往我们自己面前去绕，这里算1针；从外面往我们前面绕，这是2针；从外面往我们面前绕3针、4针、5针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3、64，多绕一下，可以按65下，然后把这根底下这根线给它拔掉，不要拉出来啊，然后给它取出来，然后放到这个我们织线上面一搭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织下针。好，这样一搭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织了，一针针的去织下针，然后呢是织64个线圈啊，一共织64针。3、4、5、6，那大家就把这64针给它织完。好，我们这里还有一针64针，多余了就不要了。好，这里边注意一下，我们圈着这根绿色的线两边啊，一定要这里挂着，不能给它弄出去了。所以说我们可以打一个结在这里，防止它脱落。这个一定要记住，不能脱落，脱落就没用了。好，那我们织好以后呢，我们就反面织一行上针，正面再织一行下针，把这2行织完。好，是上针，把线拉着，针放在线下面去，向上去织。好，现在是织第2行，第2行织反针，也就是上针。我们把上针织完，到正面再织一行下针，我们再来挑针。那大家的话，把这2行给它完成，一行上一行下，完成以后，再来演示后面的。好，我们这个正面最后2针，好，那我们这反面一行、正面一行织完了，一共是织了3行的啊，包括第1行一起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挑，先织2针上针，这个是在反面挑的。然后把线放下去，把我们这个绿色的线圈起了这2针，给它挑起来。我们左针这样子给它圈进去，然后圈2针，套到左针上去，
套上去以后，我们织下针，从上往下去织下针，然后接着绕线织2针上，好，把线放下去，接着挑，这样子圈2针，套到左针上去，织2针下，好，继续织2针上针，把线放下去，绿色线圈着的这个白色线圈，我们给它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给它织2针下针。啊，那我们就一直按着这个规律，针上面织2针上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绿色线圈起了这个针，挑起来套到左针上去，织2针下，就一直这样重复，把这个全部给它织完挑完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一遍，先织2针上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挑1、2，套到左针上去，给它织下针。好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双边辫子的一个起针法啊。那大家的话，把后面的给它按照这个规律去给它完成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还有最后2针给它演示一下，2针上，好，把线放下去，这里还有2针，我们给它圈起来。大家如果想要好圈一点，下面这根线的话可以给它就是说粗一点啊，弄2根线。我这里只弄1根线，所以说可能有点紧。好，圈起来以后我们织下针。好，完成以后，这个绿色的线就可以拔掉了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正式的去织2针下2针上了。那看到疙瘩就织上针，看到辫子织下针，疙瘩织上，辫子织下，那一共是织10行。这个是毛衣的底边啊。第一针都织，是上针就向上挑，线在针上，然后直接织上针。第2针也是上针，上针织完把线放下去，再织下针。那我们就按着这个针目去给它编织10行的这个2针上2针下底边啊，这里都是一直是织2针上2针下的，我就不演示了啊。大家只要记住，看到这种辫子一个 V 字形的，就是下针就向下织；看到疙瘩的是上针，把线绕上来向上织就可以了。好，织完10行，我们再来织上面的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起好边，织完10行的2针上2针下以后，就开始织上面的花纹。我这里已经织了7寸了，那我们就不织了。为了就是节约时间，我们这里起一个小本型来给大家演示这个花纹的编织。这里起个20针给大家演示。这个花纹的话，它就是4的倍数，我们起的是128针嘛。128针和20针都是4针1组花，只要是4的倍数都可以织成。这是一个缩小版的。那我们如果说把上下针织完以后，我们就向下去编织啊，织1行下，先这样子全部向下去编织。这里演示泡芙花的一个编织，底边2针上2针下织10行，织完以后就开始像这样，像我这样织1行下针，然后反面织上针。第1针都要织，比如说上针，我们把线拉着，针放线下面去，向上圈，线在针上，然后直接绕线勾出就可以了。再把它退掉，向上圈，绕线勾出，好，给它退掉。好，那我们就按这样子
一行下，一行上，一行下，一行上，一行下，一行上，一共是织6行啊。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把这6行完成。好，我们这6行完成以后，开始来织花纹。先织3针下，第1针都直接织1针下、2针下、3针下，然后第4针放，从上往下数这个 V 字，1、2、3、4，第4个孔孔圈进去，然后把第4针给它放掉，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。好，现在我们针上有个线圈圈着，我们绕线，从这个线圈这里给它勾出来。那勾出来这个线圈呢，刚好跟针大小吻合啊，不要太松了，刚好跟针一样大小吻合就行了。这个线稍微给它带紧一点，然后后面继续去织3针下，然后放1针，1、2、3，然后第4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样子是一个 V 字，2个、3个、4个，对吧？然后第4个 V 字中间这里我们圈进去，然后把第4针放掉。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，放4根线，然后再绕线勾出。好，后面的话就重复这样子，4针一组花，织3针下针。好，第4针从上往下数1、2、3，第4个孔孔圈进去，然后把第4针放掉。1、2、3、4，第4根线，放4根线以后，大家看到这个线圈是在针上圈着的。然后绕线勾出1、2、3，第4针放1、2、3、4。好，后面的话这4针就直接织平针，第4针就不放了。那你们织128针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啊，最后一个4针直接织平针，不用去排花。然后我们织好一组花以后，隔5行再去起花。这5行是现在织1行上，然后1行下，1行上，1行下，1行上，这5行织完又开始起花。那我们先把这5行给它织完。我们在反面就全部编织上针，你看这边都是疙瘩，所以说我们织完花以后，第1行都是在反面的，所以我们把这1行反面织完。好，反面织完以后，我们正面就直接织下针，像这种辫子，我们就直接去织下针。好，那大家把这5行给它完成，正面织下，反面织上，一共是5行。好，我们5行织完了。大家如果不知道织了几行，我来教大家数一下。你看我们挑花的这一个很长一个杠杠，对吧？很明显。那从这里往上数。1、2、3、4，下面有4个 V， 第5行 V 字在针上面挂着，所以我们每次的话数1、2、3、4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5行完成了。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说明没有织完。那现在开始起第2组花，第2组花先织1针下，然后第2针放1、2、3、4，第2针的从上往下数，第4个孔孔圈进去，把第2针放掉。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，然后接着后面就是织3针下针，放一个花。好，织3针，然后第4针放1、2、3、4，从上往下数，第4个孔孔缝。好，那我们来说一下它的原理啊。放的这一针一定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1针，上个泡芙我们这里是起3针，对不对？说3针的中间1针就是第2针。好，后面一样的，我们放的这一针是上一个泡芙中间的1针。那我们现在再来织了，看一看，1、2、3，你看一下，现在要放的这一针是不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1针呢？是的话，就说明我们是织对了啊。如果没有对上，就说明哪里织错了。
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一边织的时候呢，放之前呢，看一下它是不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一针。好，是的话，我们后面就重复3针下针，第4针放，泡芙中间一针，1、2、3、4，第4个孔孔圈进去，好，给它放掉，这样子拉一下它就散了啊。1、2、3， 1、2、3、4，这样圈进去。好，然后这里最后剩2针下针。好，那我们第1组花和第2组花完成了，后面就重复第2组花和第3组花这样子的位置去织就行了。然后我们织了很多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是按1还是按2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一下。我们始终记住，上一个泡芙中间一针在这里的话，就说明前面有3针下针。如果前面泡芙在这里的话，那我们要放的这一针对着这一针，那就说明前面只有1针。好，大家记住这个原理去织。每次泡芙花刚织完，那我们织1行反面上针，1行正面，1行反面，1行正面，1行反面，一共是织5行。每次都是织5行以后再来挑花的。织多少组花主要是看每个人的手势不一样啊，主要是看你要织多长。我们这里织的是7寸，织的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有10组花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就不织了，来分绣下。好，我这里织了7寸以后开始分绣下。我这里是128针分成前片和后片的话，那就前片是64的话，一边左边和右边的话各就是32针。那我们现在一边分针一边分绣下。那如果说大家是不需要去织花了，就直接去分。那我这里的话刚好又可以排1组花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花一边排花一边织过去，数32针1、2、3，然后一边排花过去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好，那大家就这样子给它数32。好，我们织过来，这里是29针，然后再加上这3针就32。但是我们这边是要锁绣下的，那前片3针，后片3针，所以说这里一共是锁6针。那我们把这里的话29针放到一根针上圈着，那我们像中间的话，前片3针，后片3针，一共锁6针，这样子去数。这里锁针的地方不去挑花，直接去锁就行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6针，6针以后，这个是后片，后片的话我们给它织过来。织了剩下前面的话也是预留29针，那这边该挑花的时候也是要去挑花的。那大家的话把后片给它织过来，然后这边前片预留29针，然后再预留6针的锁针，那其余的我们给它织过来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话预留了29针，还有6针的锁那个绣下的。那我们把这6针给它锁起来，织2针，把前面针挑起来，套过第2针，1针、2针、3针，锁时候锁松一点，4针、5针，好，6针。那这一针的话就当做前片。和前片一起就是29针了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就边织过去边排花，
该排花了我们继续去排就行了。1、2、3，好，给它织过来。那大家的话，把这个前片织完以后，反面织上针织过来，然后我们再来演示减针。好，那我们反面织过来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来在袖下这里减针，一共要减3次，每次的话一次性是减2针的。那我这里给它演示一遍，后面2次减针大家自己完成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先织2针下针，然后上挑1针，从下往上挑2针，上挑3针，从左针从下面去把中间这一针给它圈起来，然后右针的第1针放掉，从上面去把这一针给它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这一针也套回左针上去。好，那我们前面2针2并1，就是2针一起向下织，后面2针一起向下织，这样子一次性减了2针，这个是蝴蝶的一个减针方法。那后面的我们就全部织下针，然后这个上面开始我们就不需要排花了，直接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。那每次减针都是隔3行减1次，意思就是减完1次以后，反面织1行，正面织1行，反面再织1行，3行以后又到正面来减1次针。好，一共减3次，还有2次针给它减完。减完以后，我们从这里开始往上量，量到3寸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给它演示后面的织法。那大家自己把后面的2次减针给它完成，记住隔3行减1次针，一共减3次。好，再给它演示一遍，大家看一下我这里织了反面、正面、反面，一共3行了。那我们又开始来减针，边针织2针下针。好，我们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左针从后面去把右针的中间这一针给它圈起来，然后我们右针的第1针放掉，从上面去圈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然后把这个第1针也放上去，前面2针合并2针一起织，后面2针合并一起织，这样子一次性减了2针。这是小燕子收针看到没有？这个减针。那我们把这个织完以后，又织3行，然后再来减第3次。好，我们来第3次减针，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从后面去把中间1针圈起来，右针第1针放掉，套回我们的左针上去，前面2针合并，后面2针合并。好，每次都这样子，那样子我们3次针减完了，现在就不减针了，然后我们就继续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。好，织到3寸左右，我们再来演示前片的挖领我们从这个减针这里开始往上去给它量3寸。好，那大家上面的就自个织完。好，我们来量一下，我这里量的话就是大概就是3寸了。从这个减针的地方开始3寸稍微多一点点也可以。那我们就给它来挖前面的衣领部分。
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锁衣领。先织2针下针，然后把前面1针挑起来，套过第2针，锁了1针、2针，好，锁3针，让其余的我们给它织上针织过去。这里是从反面开始去锁针的，所以说我们到时候减针就从反面开始去减第1次针。这里锁3针就相当于已经给它一次性平收了，减了3针了。那我们把衣领的话，就是一共是10针，用来去挖衣领啊。这里已经平收3针，就是减了3针，那还有7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从反面开始来收针，给它第1针上挑，第2针织上针，然后把第1针挑起来，套过我们第2针，这样子相当于减了1针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话，后面就不需要去减针，直接织上针过去。我们继续减针。好，到正面最后2针并1针，2针一起向下织，相当于反面减了1针，正面减了1针，一次性减了2针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继续反面减1针，正面减1针。好，我们继续向前，刚才一样，第1针上挑，第2针织上针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我们第2针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一次性减2针，减2次啊。好，这里最后的话又是2针并1针，那我这里的话反面减1针，正面减1针，反面减1针，正面减1针，一共减了2次，就是4针了。4针加前面平收的3针就7针，那我们还有3针，这3针每次都在这反面去减啊，都这样上挑1针，织1针上针，然后把前面针挑起来，套过这第2针就行了。啊，每次到正面来减啊，还有2针也是这个在这一面来减针，那我们把后面2针的话，大家自个给它减完。好，这里记住，我们正面不要减针了啊，我们正面、反面、正面、反面、正面减2次已经减完了，所以说这第3次正面不要减针，每次只在反面这里减。好，那这反面呢，这是第2次，一共还有1次啊，一共减1针1针的减3次，那这是第2次。还有1次也是在这反面去减，正面的话千万不要去减针了。好，现在这个前片我们织完了，我后面还是向上织了2行的啊，那我们就放到这个针上圈着断线。那我们先织前片和
后片都是一样的，都要从后面开始织。那我这里先织后片，从反面针穿进去，然后拿着线来套到针上去。好，织上针啊。那我们把这一圈上针给它织过去，一边织的时候把这根线压上去啊，给它藏起来。好，织一针，一放一下，一上一下，给它慢慢的这样一织，给它藏上去。好，这一行上针织完，到正面再来演示减针。好，我们现在织到正面来了，开始来减针。一样的边针先织2针下针，然后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然后从后面去把中间这一针穿起来，右针的第一针放掉，挑起从上面套到左针上去，然后把这一针也套回左针上去，然后前面2针合并，后面2针合并。好，这边是右边的减针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中间全部都是编织下针的，不需要去排花了啊，直接全部编织下针。织到这边剩下6针。好，这边的话还剩6针，我们来看一下左边怎么减针的。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左针从上面去把中间这一针圈起来。好，右针的第一针放掉，从后面去给它圈起来，放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这一针不放，然后把这一针织下针，前面一针挑起来套过我们这一针。好，这一针从上往下拨到右针来，然后再织下针，这一针挑起来套过第2针，这样也是一次性减了2针。然后我们后面的话给它直接有2针边针织完。那这减完1次针，反面一行，正面一行，反面一行，又是织3行，又来开始减针。减针的话，两边的话刚才跟演示的是一模一样的啊，也要减3次。那这3次减完以后，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一直往上织。织了以后和这个前片对比，比前片少6行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织了，来挖后面的衣领。那这里的话还有2次减针，大家自己完成。上面的长度织到只剩下差它6行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演示。好，我们现在后片的话织上去了，我们可以从最后一次减针这里往上数了，然后这里前片也是最后一次减针往上数，后片的话比它少6行，那我们就给它来挖后面的衣领。这个里留的是一个肩膀13针，那我们把13针的肩膀织过来，然后留2针减针。我们2针并1针以后，还有1针在这里，这里现在就是14针啊，相当于我们织13以后，然后第14和15 2针并1针，然后这里还剩下1针减针，那我们就给它翻卷织物，这里的就不织了，翻卷过来织这边肩膀的。好，第1针都织，是上针就织上针，这是挖后面衣领，给它减2针。这边要织下针过去。这里的话，我们织12针过来，13和14 2针并1针。好，那现在织下13针就是肩膀的一个针数了。那我们给它织过来1行，然后就4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织过去，不用减针，再织回来。那这样子一共就是给它织了6行。那我们把这个剩下的3行给它完成。好，这2针已经减完了啊。我们这个向上的话，给它织3行就
跟那个前片是一样的高度了，我们就不用织了。这个是连帽的，我们把这个10挖6行。好，这里不用减针，就织这13针肩膀，然后反面再织回来就断线。好，这边织好了断线以后，我们用针线穿起来，或者有多余的针，可以用多余的针把中间的部分给它穿起来。这边肩膀预留15针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预留15针，我们就来织这边肩膀，给它直接在这里2针并1针给它减针，然后把这个线套到我们的针上去，2针并1针，好，这样子减掉了1针，一边织一边把线头给它压上去，给它藏起来，放到我们的织线上面。把线头放到我们的织线上面去，反面的话我们给它织上针过来。然后正面再减1次针，直接2针并1针。好，这2针减完了，我们就不用再减了。反面再织1行，正面织1行，反面织1行，然后把剩下的3行给它完成。剩下3行我就不演示了啊，反面上，正面下，反面上，织完再来缝合。好，我们现在后片的挖领挖好了，这边的话我们也织了，一共是这里是6行啊，我们跟前面比是一样长的。好，那我们来锁这个肩膀，正面对正面啊，我们现在看到的2面都是反面，然后我们开始前面针穿1针。后面针穿1针，从上往下穿进去，绕线勾出。好，这2针同时退掉。好，又穿1针，后面又穿1针，2针绕线勾出。好，我当右针上有2针了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就是锁针啊。前面1针套过第2针。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给它锁完。
好，最后一个线圈，把线拉长一点，断线，把线头从线圈套过来。好，这里有2根线头，给它打结固定起来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肩膀就缝合织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织这边前片减针。后片的时候我们减针的话，这里只示范了1次。那我们的后片的右边跟这个前片的减针是一样的。那这个后片的左边这里减针是和这里一样的。所以你这里没有看清楚的，我们来把这里的减针给它看清楚，是一样的啊。那我们先从反面织过来，反面的话是上针，向上圈，再把线套到我们的针上去，然后给它勾出来。好，一边织也是一样的，把这根线头给它藏进去，一上一下给它压上啊。好，这里的话我就不示范了，大家的话把反面织过来，然后正面的话织到这里，剩下6针，我们再来演示减针。这里都是织反面上针，正面织下针。好，我们织到这边还剩下6针，给它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左针从上面去把中间这一针圈起来，右针的第一针放掉，从后面圈起来放到我们的左针上去。好，第1针织下针，然后把这一针挑起来套过，这第2针。那这一针也是从上往下给它拨过来，然后再织1针下针，挑的这一针套过我们织的这一针，好，就套2次就减2针，然后织2针边针。好，这第1次减针完了，反面1行上针，1行下正面，反面1行上，这样子织3行以后又开始来减针。好，织到这里还是剩下6针啊，每次都剩下6针，上挑1针，从下往上挑2针、3针，左针从中间把这针中间这一针圈起来。好，右针的第1针放掉，从后面去圈起来，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这一针就不要放了。然后我们织这一针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那这一针从上往下拨过来，再织针下针，然后挑起来套过我们的第2针。好，剩下2针边针。那我们还有1次减针，大家织3行再来减，正面、反面、正面把这3行织完以后，继续织里留6针来减。减完以后，我们就向上织，织的跟这个前片这里一样，去比一下长短也可以这样子去数这个行数，一样的多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挖前面的领。后面的话，这里大家就自己完成。织到这个挖领的地方，我们再来演示。好，我们现在织了这个前片给一样长了，也可以数这个行数那我们现在开始来锁边，这里的话是在正面锁的，因为这个边边的话是在这里。我们先织2针下针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1针了，再织针下针，套2针了，再织1针，套3针。好，那其余的我们就给它织过去。好，正面织过来，反面的话也是织到这边来。那我们把这个正面和反面织过来，再来减针。好，我们正面反面织完以后，现在开始从正面开始减针。第1针挑，第2针织，然后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。好，我们在正面减了1针，然后正面织过来，然后再织反面，最后剩下2针。我们把这个正面给它织过去。好，我们织到反面来了，剩下2针，直接2针向上织，这里相当于正面减了，反面减了，一次性减了2针。那我们还可以再减1次，第1针挑，第2针织，挑起前面1针套过第2针。好，这个正面减了，等一下我们反面再减1次，大家把正面织过去，反面织过来。好，反面我们又织过来了，最后2针一起向上织，正面反面，正面反面，一共减了2次，那我们就锁了3针，减了2次，就是一共4针，就7针了。那剩下的3针我们只在正面减，反面不减了。
那这3针的话，每次都是第一针调，第2针织，调起前面针，套过我们的第2针。好，那后面呢我们就织下针，反面织过来，然后每次到正面去减针，把这3次减完。减完以后向上去织，织的长度要跟这边一样长啊，然后我们就再来这个收肩膀。好，我们前片的话把针减完，也向上织了2行以后，我们数一下这个行数，或者和后面相比一样长了以后，我们来收肩膀，还是一样的收啊。我们先前面穿1针，后面给它穿1针，然后绕线2针同时勾出，再退掉。好，再穿1针，后面也穿1针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子就一直去收尾就可以了啊。收的时候注意松紧。好，收完就断线就可以了。还是一样的，把线头从线圈里套过来拉紧。好，那衣服的这个针绳部分我们就织完了。现在我们来开始调这个衣领织帽子，从正面开始挑。我们这里是锁了3针的，所以说我们找到这3针的针目，给它圈进去，好，把线套到这个针上。这样子一个针目对应的1针去给它挑起来。啊，一个针，你看，一个 V 字上面给它挑1针。尽量的往边缘给它挑一点啊，不要让我们这个有一个大，尽量的靠边缘去挑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1，我这里挑了11针。然后我们再向上看一下这里调几针啊，1、2、3，好，这里就是一共是14针，这是前片的部分。肩膀这里缝合，这里给它去调1针，15针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后片去调几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后片的话，我们想要这个衣领大的，我们就针针圈去挑，不控针。那这里的话就是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1针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一样的去挑21针。大家的这中间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织下针过去就行了，跟两边挑的这个针数要一样啊。我们先把这个针数给它调起来。
好，中间这里织下针给它织过去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也继续去挑，因为我们这里是织了6行的，那我们就给它挑了6针，就是相当于一行挑1针。这是需要帽子大一点的话，就给它去针针去挑啊。4、5、6、26。好，肩膀这里去穿1针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后面的话就对应针目去挑，5、6、7，相当于一个 V 字，上面就是去给它挑1针啊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好，15针。那我们两边的针数是一样的，16加16。24、6、8、14、24、16、18、20、21就是42，加上后面的，这里的话我们数一下，因为我们是要织这个泡芙花的，它的针数的话必须除了够4啊。那我们数的是够的，那我们就正面织、反面织、正面织、反面织，一共织6行，这一行也要算1行啊。那我们就还织5行以后开始来织花。反面织上针，正面织下，反面上，正面下啊，反面上，然后我们再开始来织花纹。大家自个把这5行完成。好，我们这6行织完以后，开始来排花。这个帽子的排花跟这个衣服的这个正身部分啊，下摆部分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先织3针下针。第4针从上往下数，1、2、3，第4个孔孔穿进去，然后把它放掉，一拉，这个线就散了，然后再绕线勾出，线圈刚好跟针一样大小就行了。后面继续织1针、2针、3针，然后第4针找到1、2、3、4，第4个孔孔穿进去，好放掉，好再绕线勾出。那这一排的话，全部按3针下，第4针放，给它排完。排完花以后，我们织5行，再来挑第2组花。啊，这5行是反面行、正面行、反面行、正面行、反面行。这5行织完，我们再来排第2组花。好，我们已经织5行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排第2组花。这里先织1针下，然后第2针放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中间还是织3针下针，然后第4针放。放之前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第一个泡芙的中间这一针，4的话我们就1、2、3、4，第4个孔穿进去，然后把这一针放掉就行了，然后再绕线勾出。那后面的话都是重复3针下，然后放1针，它的位置现在就已经固定了啊，重复第1组泡芙和第2组花泡芙的一个位置去编织就行了。这个长度的话，我们织到6寸，我们再来演示后面的织法。所以说大家就一直织上去，一个泡芙挑完以后织5行再来挑一直重复，跟这个衣服的下摆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帽子的话，我已经织了19厘米多一点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现在是在织第10个花。那我们一边织这个花一边来分。那我这里的话是68针，我把两边放24针，中间的话我们留20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分。好，先织1针，这边这个刚好是在排花，所以说我们一边
给它分过去，一边把这个花给它织上啊。第二针放，中间1、2、3，好，第4针放1、2、3、4，从上面数第4个孔孔，1、2、3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。好，这边的话就是24针，我们就放了一根针上圈着。好，中间的话我们就用我们的织针去把这20针给它织起来。这里该排花我们还是继续去排花。好，这是中间的20针，放在这根针圈上。那剩余的24针，我们用另外一根针给它织起来。然后织到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断线。那大家的话就按着它怎么织花的，我们就给它织过来。好，现在两边的话织好，给它把线断的，然后两边跟针圈的都是24，中间我们圈的就是一个20针，只织中间的部分20针。针向上圈，再把线给它套到针上去，这是反面啊，全部编织上针。大家在织的过程中，一边织一边把线头给它压上去。不喜欢压的，后续再来长线也是可以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最后一针了，这是第20针啊。把这一针和这边的一根针上的第一针合并，就是2针给它织成一针。这里是上针，我们就2针一起向上织就可以了，织到中间来。那这边就只有23针了。然后又翻卷织物，翻卷织物织这个正面啊，大家看一下第一针正挑过来不织，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，给它绕紧一点啊，拉紧一点。然后这里就织下针。这个泡芙的话，中间这20针还是继续要去织泡芙花的，也是一样的，织5行，再来给它去排花。好，正面织到这里最后一针的话，好，大家看一下最后一针的话，我们也给它挑起来，跟这边针的第一针给它2针合并一针。这里是下针，我们就直接向下2针一起织就行了。好，它这个中间的话，我们就重复织中间的部分啊，织到哪边的话，就跟这个针上面的20多针去减针就行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反面的第一针，我们是怎么弄的。现在开始
反面的第一针，我们上挑以后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上来，再向上去织。每次反面的第一针都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好，又剩最后一针了，这里是上针，是显示2根线，它代表1针的。我们从下往上去织去挑后面那根线，看到没有？从下往上挑后面那根线，挑了以后，又和这根针上的第一针2针并1针，它是上针，我们就直接向上织。好，又给它织过来了。那这边的话就只剩下22针了。好，正面的话我们就继续啊，每次正面的第一针，都是这样子的，正挑过来，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。你看现在它变成2根线，对不对？它代表的是1针啊。有的人说加针了，没有加针的，我们后面2针是2根线一起织掉的。好，然后这里的话，该是下针就织下针，该排花了我们就继续排花就行了。好，这里最后一针也是2根线，看到没有？只有1个针目。我们上挑，从下往上挑的以后，给它和这边针上的第一针2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织好以后再翻卷织物，重复织中间的这20针啊。上挑现在针上的。然后把线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上来，然后我们再织上针。每次最后一针都是显示的是2根杠杠2根线，上针的话我们就从上往下去把后面那根线挑起来，穿上以后套到我们这根针上，和它的第一针2针一起向上织。那现在它就变成了21针。好，那就我们就重复这样子。这里的话我们已经织了5行了。也该去挑花了，所以说我们就是按着它的花纹去给它去挑花就行了。第一针还是正针，就正挑直接挑过来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。好，我们来找到放针的那一针啊。好，这里织了3针下，第4针放。我们始终记住放的这一针一定是上一个泡芙中间这一针。因为每个人的针数是不一样啊，所以你第几针放的话，主要是看上一个泡芙中间那一针在第几针。上一个泡芙的中间1针。上一个泡芙中间1针。好，最后一个花就不放了啊。它这个是下针，好，我们就向上挑过来，然后和这边的第一针，好，圈那个针上面去，和这边的第一针2针一起向下织，是下针我们就一起向下织。好，那我们就重复这样子去编织中间的部分就行了。好，记住织5行的话，正面还是要挑花的啊。反面织过来，最后一针和这里的一剪。正面织过来啊，最后一针和这边的针一剪，中间始终是
20针不变的啊，这个针数是不变的。我们慢慢的变少的是这两边的针数。然后我们就像按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方法，大家去给它慢慢的把两边的针数给它剪完，剪了一边只剩下最后一针了，我们再来演示。好，我们现在织帽子织中间20针，慢慢的给它剪针，边针这针只剩下1针了啊。我们是刚织上针织过来，那我们把这一针给它圈到这里来。一针的话容易掉啊，我们就给它圈在这个针上面。好，那第一针还是正挑，然后把线从上往下绕一下，给它拉紧。好，这里最后一针2根线跟这边的一针2针一起合并织成1针，那这里还剩下1针，我们也给它套到这里来。好，那这个帽子的话我们就给它完成了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一边剩1针就不织了，因为再织的话中间就凸出来就不好看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断线了。好，把线给它剪断，这个帽子我们就织完了。现在开始来挑这个衣边和帽子一起起来。挑这个衣边的话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第一针都织了，所以说这个辫子针这里还是挺好认的。那我们第一针的话一定要靠近最边缘啊，最边缘能挑起来针的话，我们就一定要在最边缘去给它挑针，圈进去以后，然后把这个线套到针上，给它勾出来。好，再圈1针，再绕线勾出来。好，再圈进去，相当于你看在侧面看的就是这样一个 V 字一个辫子针，对吧？线头一边织一边给它压上去啊。好，我们一样的挑3针，空1针不织，不挑。你看这里有一个孔孔，对吧？这个孔孔我们就空掉，好，到下一个孔孔去挑。相当于空了一个 V 字啊，一个辫子针。好，1针，2针，3针，然后又空一个洞。你看这个孔孔我们不挑，到下一个孔去挑，所以相当于每挑3针我们就空1针不挑。那大家的话按着这个规律啊，去给它把这个给它挑完。只要你每一行都织了的，它这个孔孔你看都是非常的明显的，一个孔孔对应的就是一个 V 字的。好，3针以后空1针，到下一个 V 字这里，这个孔孔这里去挑针，圈进去绕线。好，那大家按这个规律给它这样子全部挑完。好，我们这个衣边我按挑3针，空1针不挑，这里有73针，那我们按起的这个针数要除以4再余2，那我这里还差1针，我们等一下在这边去给它加起来。那这边起如果是挑74的话，那这边的话也是要挑这个74的啊。然后我们现在来挑帽子，那帽子的话挑的也是一样的，按照这个规律去挑，因为我们第一针都织了，一样的我们1针、2针、3针，挑3针空1针。好，那大家按这个规律的话，把帽子这一圈给它挑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挑了这个帽子中间部分来了，因为我们这里有留了1针是没有收掉的啊，那我们和这里中间的这个20针的第一针给它2针并1针织掉。那其余的话，这里是2根线，代表的是1针的，我们给它织下针。
这个帽子的话，我们中间是20针，然后这两边的话挑的针数也要一样多。好，最后一针和这里的一针，给它2针并一针。大家在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中间始终是20针。那我们这个帽子这边挑了多少针呢？那我们这边帽檐的这边也要挑多少针？所以说我是给它分开了啊，一边是用了1根针的，然后中间帽子我又圈了1根针。这里多少针？等一下我们挑完来数一下是不是一样的。不是一样的，有多有少我们可以挑起来补，或者是多了1针可以去给它减掉。好，那我们先不管它，先给它挑完再说。这里还是继续按这样子挑3针，空1针不去挑啊。好，帽子的话我已经调好了，中间20针是不变的。那这边的话我们是挑了42针，这边我们挑了45，就多了3针。那我们等一下在这边减2针，这边再挑1针起来，就两边各43，中间20针，那就是106针。那刚好除以4余2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给它这样子去收掉。好，还有这边一边的，我们也按着挑3针空1针的方法去给它挑完。好，又用另外1根针给它区分起来啊。找到我们的第一针，1、2、3，然后空1针。好，那大家按照这个规律把这边挑完，挑了跟这边一样多。好，我这个衣服的边边全部已经调好了。我们说一下啊，同样的地方的它的针数要一致。然后我们这是前面的门边，它的针数要就是4的倍数余2，因为我们开头如果是2针下的话，结尾也是2针下，这要对称。那这两边的针数是一样的啊。那我的话就是一边74针，如果这里少1针，我们等下调起来。那这边有多的，我们就给它2针并成1针就减掉。那帽子的话，中间这里是20针不变的，然后两边的话我们各43针一样的，有多的减掉，少了的就给它调起来。那我们一边就给它这样子记着，一边给它排2针上2针下这里的话是反面，反面的话我们第1针给它织上针我们的第1针都是给它去挑不织的，这边门边不织好，第2针织针上针，就是相当于2针上了。那我们再把线放下去，然后排2针下针，向下织2针下针。好，后面的话就按着这个规律，2针上2针下去给它织。那一边织的时候，我们记住这边是74针的，有多余的针，我们去平肩给它收掉。比如说这里的话有针数多，好，那我们就2针给它并成1针，给它收掉1针。好，要收几针的话，大家自个儿记住那就按着这个规律，2针上2针下去给它把整部的给它全部排完就可以了。排完以后呢，我们就按2针上2针下去织，织了我们再来给它演示这个扣眼的一个编织。好，这个门边的话，我们挑了1行，反面织了1行，正面织了1行，相当于织了3行。现在我们来织扣眼。挖扣眼之前，大家拿记号扣给它固定一下，先把开头和结尾这2个给它做记号。做完记号以后，我们数中间数完中间的话，把中间点做记号。中间点做记号以后，这2边的中间点再做个记号，然后这2边的中间点去找一个做到记号这个就是我们来挖扣眼的
我们先把它这个挖扣眼的地方先用记号扣挂起来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给它去排扣眼。第一针都是上针就上挑，是下针就下挑啊，都不织。那我们这里是上针上挑，现在针上，第二针上针，直接去织上针就行了。好，再把线放下去，这里是2针下针。我们在这里做记号扣要挖扣眼了，我们先减后加，2针并1针。好，这里减了1针，所以说要加1针起来。那刚好这2针是上针，那我们再绕一下线，再织2针上针。所以这里的话一定要记住啊，后面是上针的，我们就要绕2下线。那其他没有挖扣眼的地方呢，是下针就织下针，是上针就织上针，看着花纹去编织。好，又到了这个做记号扣的地方啊，我们给它这里也是下针，我们就2针下针一起织掉，然后加1针，刚好这里也是上针，我们再绕一下线来织2针上针。它这里是刚好排到是下针啊，如果是上针的话，我们要减针，就是2针上针并1针。好，比如说这里它排到的是2针上针，那我们在这里去给它挖扣眼的话，上针我们就绕线2针一起向上织。好。绕线加针，这个线刚好在上面，那下一针是下针，所以我们不用绕线了，直接向下织。那这个线在上面的话，就相当于已经绕线加了1针，看到没有？这里织针上针，线在针上直接去织下针，这里就会多1针，相当于加了针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去把这个扣眼给它挖完。这个记号扣这边已经挖完了，就给它取掉啊，把这里中间的没有记号扣的给它安排上，做个记号。好，它是下针的，我们直接2针并1针，绕线加1针，这里是上针，再绕线织上针。还有一个扣眼，一共是5个扣眼啊。好，这里一个扣眼的话，看过来，这里最后只剩下这2针了，我们在这里挖。那我们这里的话就先加后减，那我这里上针，我的线就不放下去，我去直接织下针，这里就有多了1针，就相当于加针啊。那我这里的话就不绕下去，我直接2针下针一起向下织，这里就是多了1针，就相当于加针挖扣眼了。那其余的我们就照织。好，这个扣眼已经挖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织的。好，我们织到这个第5行来了，我们刚才挖扣眼了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织的。这里的话是上针，我们就织上扭针，总的来说就是挑后面那根线，你看
是上针，我们就从下往上去圈后面这根线，织上扭针，这样子它这个孔空扣眼就比较小一点啊。是下针的话，我们就向下去织后面那根线，织下扭针。那大家的话就把后面的这几个扣眼全部给它按着织下扭针、上扭针给它完成。完成以后，这个是第5行，一共是织8行的。好，这里有一个下扭针，我们来演示一下。好，看到是下针，那我们就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，向下去织。好，那后面的话扣眼的话，都是下针。这里有一个上扭针，这里一个上扭针，那我们就按照我刚才教的这两个去给它织完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一边已经织了8行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来收尾。第一针我们正挑过来，那我们把这一针下针，我们是向上织的，然后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一针，套过第2针，上针我们就向下把线放下去，然后绕线，挑起前面一针，套过第2针。就按着一针一上一下这样子去给它收。当你忘记是上还是下了，就看这根线，这根线在上面，那我们就向下织，把线从后面放下去。当这根线在下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向上，那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好，绕线勾出。这个就是上下针收尾，大家就按着一针上一针下，把这个全部给它收完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线在上面，我们就向下，好，把线放下去，绕线勾出。线在下面，我们就向上，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再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一针，套过第2针。好，其余的话大家就按着这个规律去给它收完。这个白色的衣服的袖子我已经织好了，我现在用这个黄色的线给它演示这个袖子的编织。先在我们手上打一个结，拿出来一个线圈，把长线从线圈套过来，打个结，给它套到我们的针上去，像这样子，从上往下圈，绕线勾出，好，给它套到我们针上去。第2针从下往上圈，线在针上面，然后绕线勾出，然后套到针上去。第3针从上往下圈，把线轻轻带紧，绕线勾出，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。当这根线在下面的时候，我们把针放到线下去，从下往上圈2根线，再把线带紧，再绕线勾出。勾出的线圈套到左针上去，当这根线在上面的时候，我们从上往下圈，把线带紧，再绕线勾出，勾出的线圈套到左针上去，这个就是上下针起针。那大家按照这个方法，我们去给它起32针。我们把32针分别起在3根针上好，这里套到第2根针上去，或者全部起在1根针上，然后呢，再来给它分别移到3根针上去，一样的大家哪样方便哪样来。我们先起在1根针上32针，然后起好以后再给它分到3根针上去。
好，那我们32针起完以后，给它这个顺序给它放旋。好，放旋以后我们圈织。圈织的话，我们织的是2针下2针上啊。那么第1针直接去织下针，向下织。那这里绕线从上往下绕啊，这样紧一点，给它用劲拉紧。好，第2针也织下针，我们织2针下。好，再来织上针，把线绕上来，向上去织1针、2针。好，上针织完，把线放下去，接着织2针下，1、2。2针下织完，把线绕上来，再织2针上。那大家就按着这个规律，把这一圈2针上2针下织完。好，织完以后，我们这个2针上2针下向上去圈织10圈啊，织10圈以后，我们再来织上面的花纹。好，我们这10圈给它完成以后，我们现在开始来加针。这一圈里面，我们去给它加8针，相当于这4针之内加1次啊，加1针。那我们就这样子全部织平针。这2针上针的地方，把这个疙瘩挑起来啊，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织，下面那根线就织下扭针，这样子就加了1针起来了。好，这里又是4针，我们在这4针中间这里，这个上针挑起来，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啊，这个就是下扭针。好，这边一样的，2针下2针上，上针的地方给它疙瘩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织1针下扭针。现在我们上下针织完了，就全部是织平针啊。织完以后的话，就是再织4圈平针，这个已经是我们一边加针，这个已经是算1行这个平针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针加完以后，再织4圈平针以后，开始来这个织花纹。啊，记住啊，2针上针的地方去给它挑个疙瘩起来，织1针。你看，2针下，2针上的地方给它疙瘩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织下扭针就可以了。好，2针上针的第1针疙瘩挑起来，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，织下扭针。好，那这一圈我们就加完了。加完大家自己数一下，32针加8针就是40针。那这40针的话，我们就是织5组花，这5组花之内就不加不减的啊，我们只需要织这个花纹就行了。那我们这里是织5圈花纹挑1次花，织5圈花纹再挑1次花，就是说每隔5圈挑1次花。那我已经织过1圈了，那我们再织4圈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5圈织完了，教大家数一下啊，这样数1、2、3、4、5，下面有5个辫子了，我们就开始挑花，到上面一样的也是这样数5个辫子。好，爬花跟正身部分一样的，先织3针下针，第4针1、2、3、4，第4个孔圈进去放掉，1、2、3，第4个孔。第4针第4个孔圈进去放掉，那大家这一圈的话就按着3针下针，第4针放花，然后织完1组花以后，我们再向上织5圈以后，织第2组花。第2组花的原理的话，跟那个衣服的正身的织花是一样的道理，你只要记住放针的那个地方一定是上一个泡芙中间这一针，所以说我们第2组花也是先织1针下，第2针放2。然后织1组就要隔5圈，
然后大家自己用记号扣做，或者是自己会数，从这个 V 字开始往上数，也是这样子数5个啊，这样子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样5个辫子针就是5圈了。那上面的话我就不演示了，因为它的花纹是跟衣服是一样的，一共织1、2、3、4、5圈这样5组这样的花纹，我们就不织了，就开始来加针。我们到加针的地方再来演示。好，我们这个袖子的话，我已经织了5组花了，那我们就织完5组花以后，再织1圈平针，然后我们开始来加针。我们先从左边织起的，所以说先从左边加针，先织1针边针，然后在它的中间部分把过渡线挑起来，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，织下扭针，然后其余的全部编织下针。好，我们织下针，织到这边最后剩下2针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一根针上剩下2针了。好，织1针，最后留1针当边针。那我们在中间这个地方把过渡线挑起来，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给它织下扭针。这样子一左一右就各加了1针啊，一次性加了2针。那我们因为织完花以后又织了1圈这个平针，那这个加针的话，这是再织第2圈啊。那我们在6圈之内要去加针，那我们已经织了2圈了，就相当于还要织4圈。第1圈的话是因为挑了花不好去加针，所以说我们是织了1圈平针以后，在第2圈加针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把这4圈织完以后，再来给它演示一遍加针。好，我们6圈织完了，我们来数一下啊，从这个我们最后一组织花开始，你们可以看一下1、2、3、4、5个 V， 第6行第6圈在这个针上面，所以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织了几圈，我们就数这个 V 啊，这里1圈、2圈、3圈、4圈、5圈，第6圈已经织完在针上，那就说明我们已经织了6圈了，对吧？那6圈之内我们加了1次针，现在我们来加第2次针。好，每次第1针当边针，过渡线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从上往下去织后面的一个织下扭针，然后我们其余的全部织平针，织到最后一根针剩2针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加针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一根针上来了，只留1针边针，然后在它的过渡的地方把这根线挑起来，织后面那根线。好，这样子的话一次性就加2针了啊。那我们这一圈加针的也要剩1圈的，然后我们还剩下5圈，也是每次都是这样，5圈织完以后又来加针，一共要加4次，我们已经加了1次、2次了，剩下2次的话，大家就自己按这种方法去给它加完就行了。加完我们再来演示上面的。好，我们这里的话4次针已经加完了。然后我们这个长度的话，主要是跟衣服的那个正身下摆给它去比长度，够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织了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继续往上织或者继续往上加都是可以的。主要是根据衣服的大小去比这个袖子的长短。那一样长以后，我们数一下这个行数，2个袖子是要一样织样圈数的啊。那我们就开始来锁针。那最后一根针上我们留3针，好，这3针我们来收，先织2针下，然后把前面一针挑起来套过我们第2针，好，再织针下，然后又挑起前面一针套过第2针，好，把这一针圈到另外一根针上，已经套了2下了啊。3下，4下，5下，套6下，就说明我们这里锁了6针。好，那我们就其余的我们就直接织平针，把这一圈平针织到最后一针来，最后一根针上来。
好，这里的话我们知道最后一根针上来了，因为中间锁了针，那我们就不能圈织了，就片织。那织到最后一根针上面以后，我们就翻卷织物，从反面开始织，第一针都织，是上针就上挑，现在针上啊，直接向上织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一圈这个一行这个上针给它织过来，织到最后一根针上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一根针上，还剩几针给它完成。好，翻卷织物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减针。这减针啊，右边、左边就跟我们的后片减针是一样的。啊，大家看清楚，我们示范一次啊。先织2针边针，然后上挑1针，上挑2针，上挑3针。左针从后面去把中间1针圈起来，右针的第一针放掉，从上面去把这一针圈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。那第一针也套回左针上去，前面2针一起向下织，后面2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一次性解了2针。那其余的我们就全部织平针织过去，织到最后剩下6针。好，织到这里剩下6针，我们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左针从上面去把中间1针圈起来，右针的第一针放掉，从后面去圈起来，放到左针上去，然后把这一针给它织下针。前面这一针我们挑起来套过它，这一针我们从上往下拨过来，好，再织1针下针，挑起这一针套过第2针，最后剩2针边针。好，这就是两边的减针啊，跟后片的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呢也按隔3行再去减一次，一共的话是减6次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这里减的是6次。大家的话也按这种啊，这个视频教程呢，就给它隔3行减一次，隔3行减一次，一共减6次。减完6次以后，我们再来演示上面的织法。好，我们这里已经减了6次了。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衣服的大小啊，如果袖圈比较长的话，这个袖身的话也要相对应的就是多减一点。那我这里减了6次就不减了。那我们来减个圆角，第一针正挑，然后第2针和第3针2针并1针，然后挑起这一针套过这2针。好，这是一次性减了2针啊。这是第6次减完以后，织了一行上针以后，在这正面去减的。好，这最后的话，我们就直接2针并1针。那在反面来的话，我们第1针上挑，线在针上，第2针和第3针2针并1针，然后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然后后面呢我们就相当于正面减1针，反面减了2针，也就是2排减了3针。那我们在反面这边，左边这边，最后2针并1针，因为我们刚才在这里正面的时候是减了2针的，反面再减1针，也就相当于2排减了3针。好，这样子就减完了，我们不减了，收针。第1针挑，第2针织，然后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织1针套1针，就是给它锁边了啊。锁边的时候稍微锁松一点，不要太紧了。好，最后的话我们给2针并1针，让它形成一个圆角，不能形成一个尖角啊，形成圆角，2针并1针。好，再给它一套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我们就给它断线，然后线头从线圈穿过来，那这个袖子的话我们就完成了。
白色袖子和黄色袖子的织法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白色完成了，我用这个古黄色的袖子啊，就是拍视频给大家演示的。那我们袖子都给它织好以后，我们就进行来缝合。这是袖圈，我们是从正面开始缝合的啊，这样从左边慢慢的往右边缝合。那我们在这里给它就在这个地方里面去给它固定起来，把针线固定起来。好，针线固定起来以后，我们把这个针线给它从正面给它圈过来。先找到我们这个袖子底下锁针的6针的第一针，圈进去一个杠杠啊，看到没有？这样是一个针目，对吧？一个下针对应的2个杠杠圈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的袖子的话，我们是从正面开始去给它缝合的。看来，那我们是从这里慢慢的往这边缝合的是从这里慢慢的往这边缝合的。那我们的第一针要在这里穿，不能在这里要在这边，就是靠右边。也找到第一张针目，看过来，这是第一针下针，对不对？对应的2个杠杠圈起来。好，衣服圈一个针目2个杠杠，袖子圈一个下针的针目2个杠杠，这个就是在缝合衣服圈1次，袖子圈1次，尽量靠边缘去给它缝合，这样子里面那个缝合就要比较小一点尽量的靠边缘去缝合就行了。我们这里缝锁针都是6针，一针对应的都是1针好，到了正身部分，大家看过来，这样子杠杠边缘留1针，第一针和第2针中间这里有个杠杠，因为我们每一排都织，所以说这个杠杠是非常明显的。左边圈一个杠杠，右边也圈一个杠杠。在圈之前，我们要给它数一下这里1、2。第2次刚好是在这个减针的地方，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第2次是不是在这个减针的地方。4的话就说明正确的，所以说我们挑的位置，挑之前先给它看好。他们是减针都是一样的行数，所以说他们这个我们在缝合的时候，它这个减针的这个小燕子一定要给它对齐。好，那就按着这样子的方法，一边给它调2个杠杠，正身给它调2个杠杠，这样给它缝到这个角角这里来，我们再来演示。好，我们缝到这个角角这里来的时候，我们这里先把这个袖子上面给它数一下。好，找到中间的地方，给它和这个肩膀缝合处给它固定起来。有记号扣的就直接用记号扣给它固定起来如果没有记号扣的话，我们就弄一根线给它固定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缝合。好，这里主要的就是这个角这里大家看过来。因为我们这里的话要形成一个圆角，
我们往旁边去给它穿。往旁边的针目去穿，这边正身还是一边调刚刚2个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数一下，这上面有几个杠杠啊？1、2、3，有4个杠杠。那我们这边有几针呢？2次啊，2个杠杠为1次、2次、3次。那这边只有3次，这边可以挑4次，这边有多余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先给它挑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给它平分，这边就挑3个杠杠啊，这个是袖子这里给它挑3个杠杠。这是挑之前我们算的有多余的，我们就挑3个，没有了多余的话，我们还是一样的2个的啊。来，这里也挑3个。好，这里还是2个，到了肩膀这里来了。好，同样的，我们这边已经挑了，这边袖子挑了3个，那我们这边的话也同样的要给它对称啊。现在开始，这里也挑3个杠杠。好，这边挑2个杠杠。好，又挑一个3个杠杠。好，这里又挑2个杠杠。好，那这里3个杠杠，这边这边也是挑了2个3次的啊，那就对称了。那其余的都是2个2个的去给它挑了。好，那后面的话我们就按着一边挑2个杠杠去给它缝完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织好以后就开始缝扣子，先从这个下面慢慢往上缝，因为我们两边的针数是一样多的。这个扣子扣上去以后，这里数2个下针，这样子数上来，空了几个？有4个。那这边的话也是空4个。1、2、3、4，那我们在这里给它去把针线固定起来。固定起来以后，我们把扣子给它固定起来就可以了。给它多固定几次啊！我用的是这个，我们用什么线去织，我们就用什么线去缝，把这个亮纱线给它拉出来缝合就行了。这个很牢固，多缝几次啊，给它固定好。好，然后在反面给它打结固定，长线就行了。好，给它断线，扣子孔上去。好，那这衣服的话我们就完成了。袖子，这个是帽子。